这是别人眼中的世界杯，这是我眼中的世界杯。你们在后台和明总朋友圈关于卡塔尔王妃，简称莫扎王妃的命题式推论，让我很难躺平。既然大家想让我来分析一下莫扎王妃身上这看起来又美又贵的时尚造型，那么我们就来聊聊她堪比甄嬛复仇的身世，武则天上位的权谋，东方小巴菲特的投资理财眼光。哦，这些你在各大八卦文章里都看过了。那我们本期就来聊一个看上去和莫扎王妃的穿衣没啥关系，然而事实上有大大的关系，一个当下国际时尚圈非常火的穿衣风潮 Modest Fashion， 我称它为包裹。我们来看看这个从中东的穿衣范式孵化出来的时尚风格是如何横扫国际时装周各大秀场、各大奢侈品牌，并且最终被那些衣不惊人死不休的女明星们玩坏的。最后我们会再来看看这种穿衣风潮是如何颠覆我们关于穿衣自由的认知的。进入主题前先说一句，其实中东地区的很多文化习俗都非常复杂，中东既有很多勇敢的女性在为不戴面纱的穿衣自由而奋斗，也有很多女性在通过各种纪录片跟大家传递一个信息：我们不是受害者，我们有自己的信仰和习俗。穿着不同并不意味着我们和世界上别的女性有任何不同。所以我觉得对于任何一种民族着装，我们都应该尊重它背后的诉求的多元。好了，先来看一组对比图，同一款高定服装被模特和莫扎王妃穿出来的不同效果，你们觉得谁更出彩？相比中东世界另外两位著名的时尚偶像约旦王妃和蒂娜公主，莫扎王妃的穿衣风格反而更让人耳目一新，因为她成功的把由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服装和兼顾了卡塔尔的传统以及宗教信仰的民族风情相结合。虽然她穿的也都是大牌高定，但是她会通过加长袖子、放低裙摆、填满露胸等方式，把它们改良成符合自己民族着装规范的款式，顺带着把这些高定也变成可以日常穿着的款式。我指的是王妃的日常。看到这里，你们可能想说了，莫扎王妃这套套可以拍大片的穿着，应该是请了顶级造型师的吧？已经到63岁，并且是8个孩子妈妈的莫扎王妃，最近在接受 Vogue 阿拉伯版采访时表示，她的衣服都是自己搭配的，因为找不到一个真正了解她想要什么的人。确实可以想象，在中东这样一个女性穿着有严格限制的地区，能有这样品味、财力和视野的人，应该也屈指可数了吧？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在中东，一个普通女性如果对时尚感兴趣，她有什么样的选择？实际上，中东女性不仅可以在自己的黑色长袍下隐藏各种西方大牌，她们也有属于自己民族的时尚风格。一说到中东时尚，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 Elie Saab。作为首位进入高级定制世界的黎巴嫩设计师，她装扮过各国王室贵族以及好莱坞顶流。中国女性也是争相穿着她的衣服。但其实中东的时尚选择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中东不仅有像 Elie Saab 这样的国际化品牌，还有一种在国际时尚圈相当出名的以中东的穿衣范式衍生出来的时尚风格，叫做 Modest Fashion， 字面意思叫谦虚的风格。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把它翻译成更具象的包裹风。近年来，这种风格不仅被各路主流媒体广泛报道，还有无数以此为主题的畅销书、巡回展、时装周、设计师品牌，以及众多在 Ins 和 TikTok 上主打这个风格的网红。关于 Modest Fashion 的正经版定义，不同媒体说的不同。Wiki 上说 Modest Fashion 就是一种因为宗教、风格、个人喜好等原因，穿着者特意选择露肤度极少的一种穿衣风格，具体表现为修长的衣摆、长至手掌根部的衣袖、高领、宽松廓形，总之怎么露肤少怎么来。事实上，被时尚化了的包裹风并不限定于头巾、面纱、长袍，也不专属于某一种宗教信仰，它超越了宗教的范畴以及地域的限制，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有燎原之势，甚至横扫4大时装周以及各大奢侈品牌。真是不得不惊叹时尚能把一切都转化成潮流的能力。什么样的穿衣范式，但凡被时尚圈发现，都会被迅速玩坏。包裹风在时尚圈基本上被玩成了3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包裹风的第一种样式就是近几年被 Gucci 带热的奶奶风。前段时间刚刚宣布离职的 Gucci 创意总监 Alessandro Michele， 自从2015年执掌 Gucci 开始，就从中东的包裹风中获得了很多灵感。它标志性的具有维多利亚风格的长衣摆、高衣领和宽松有体量感的剪裁，再加上各种奢华的面料打造的长袍，一度被人亲切地称为奶奶风。而这也是我认为 Gucci 这几年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因。他把一些看起来非常保守的只有奶奶们会喜欢的款式和极其年轻化的装饰组合在一起，打造了一种看似保守实则时髦的奶奶风。
而这股风潮在2018年 GUCCI 秋冬时装秀上达到了高潮，模特们头戴围成 hijab 造型的丝巾，有些还戴着类似面纱的滑雪面罩，被认为是明显借鉴了中东的民族服饰，也因此引来了不少来自中东世界文化挪用的批评。包裹风的第二条路是借用它本身内敛的气质，进入了知识分子的世界。典型的品牌有 The Row、La Mer 和 Hermès 爱马仕，以及 Phoebe Philo 时期的 Celine。Phoebe Philo 曾说，长期以来女性一直被严重的美化、性别化，以及像洋娃娃一样去展示。我相信这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产生了影响。而 Phoebe Philo 设计中标志性的那种不贴身、包裹性极强、露肤度极低、极度柔软的服装设计，仿佛给了女性一个可以喘息甚至化茧成蝶的空间。这也让我们非常期待 Phoebe 接下来即将推出的个人品牌会长什么样。那包裹风的第三条路就是被艺术家彻底玩坏的一条路。最近深陷丑闻中心的 Balenciaga， 它的创意总监 Demna 选择把包裹风的包裹精髓玩到极致。本来是用来遮盖自己身体的穿着，被他玩成了街头潮酷风，或者索性用它来重塑身体线条，又或者是干脆裹到连你亲妈都不认识。Demna 用包裹风来表达一个极其矛盾的观点，他想说本来时尚是用来彰显自己不同的，然而现在的时尚已经在抹去人的痕迹，是不是不明觉厉？除了 GUCCI 的奶奶风、Celine 的知识分子风，以及 Balenciaga 的我都不知道这应该叫什么风，这三条包裹风标志性的分支以外，还有很多大牌或多或少都沾染了包裹风的潮流。无论是香奈儿秀上包裹森严的黑色长裙，还是 Raf Simons 秀上的棒球帽式头巾，又或者是 Joe Sander 的禁欲系穿法，都在给包裹风的全球性风靡推波助澜。而如果你在近几年的 Valentino 秀上看到了更多包裹风的造型，那么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品牌2012年开始已经被莫扎王妃收购了，这个消息会不会让你对它最近的风格恍然大悟？各大品牌都已经各显神通地搭上了包裹风这条客船之后，明星们自然也不甘其后跟上了脚步。如几年前还在让各平台的审核小伙伴深恶痛绝的爱穿裸裸裙的 Rihanna， 近几年出席红毯的造型已经变成这样了。对，你没看错，连手套都戴上了。2021年 Met Gala 的造型也是裹着大衣和头巾就去了，简直是当年录的有多夸张，现在裹的就有多铺张，仿佛下定了决心要把当年脱掉的衣服一件件的穿回来。然而他的风头却被另一位把包裹风玩得比他还要极致的女明星抢走了。你们能认出这是谁吗？ Life has got too many flavors。要知道卡戴珊当年可是红毯上录的最多的人，在各平台审核小伙伴的黑名单里面排位绝对不在 Rihanna 之下。而自从她开始走包裹风之后，时尚女魔头 Anna Wintour 首次对她的时尚风格做出了肯定。 I personally admire the way that she has become a little bit more minimal in the way that she's dressing and a little bit more covered。 当然这也不是卡戴珊第一次包裹的这么严实了，自从和 Balenciaga 捆绑之后，之前街拍中她就出过这样的造型，大家都好奇她是怎么不摔倒的。除了卡戴珊和 Rihanna， 还有一向造型先锋的 Cardi B 也通过碰瓷 Modest Fashion 在巴黎时装周上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点光都不透的那种风景线。我特别想知道她裹成这样是如何能走得这么稳当的。我觉得这里面最有趣的是，最爱玩极端包裹风并且把它玩坏的这群明星，和以前最爱玩露肤度的明星是同一群人。看来对于他们来说，露不露肤不重要，吸引眼球最重要。那么这还真是和 modest 这个词谦逊低调的内涵南辕北辙了呢。好了，说到这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好基友们也许会问，为啥包裹风能够火出中东，火遍全世界呢？要知道，近100年前，西方女性才摆脱了里3层外3层的穿衣束缚，经历了女权运动、性解放运动，女性才可以穿上各种迷你裙，穿衣自由也开始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口号。那为啥现在又要重新谦虚的把自己包裹起来呢？一直报道中东时尚的中东裔美国时尚记者 Hafsa Loti 在他的著作 Modesty: A Fashion Paradox 这本书里做了一个解答。他说，对于部分女性来说，更遮盖身体、更谦逊低调的穿着能给人安全感、自信和松弛。纽约时报更是直接给出了这样的标题 Women, Fashion has you covered 女人们，时尚来包裹你了。这里的 covered 是一语双关，既是包裹也是保护的意思。这显然已经超越了审美层次，而进入一种更内在的心理需求了。
当然，也有人说，包裹风的兴起不仅来自于女性渴望更多安全感的心理需求，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中东地区金主妈妈们的超能力。也有人说，这是因为MeToo运动以来，广大女性同胞对来自男性凝视的抗拒。因为当穿着暴露的时候，女性总是活在别人，尤其是男性的凝视中，似乎裹得严实一点，才可以不顾异性的眼光，更加为自己而穿衣。对此，我很能感同身受。对于性格内向的人来说，裹得严实一点，的确会让我内心更放松。有同样感受的同学可以扣个1。我觉得我应该不是一个人。无论包裹风的兴起是出于以上哪一种原因，我觉得包裹风这种时尚风潮背后的心理因素中，非常微妙的地方在于，曾经在某一种文化中代表了某种不自由的穿衣方式，在脱离了原来文化的更大的语境中，反而代表了一种对女性的保护和穿衣的自由。大家能理解这件事的一体两面对立统一性吗？我反正是费了点脑子才跟上了这个逻辑。就像我们花花公子那一期中提到的，任何事情都有一体两面。一本杂志的封面倡导女性拥有性感的自由，一旦把这变成了口号，很快就会把女性限制在性感尤物的牢笼里。还有比如像高跟鞋，一旦成为女性力量的代表，性感的武器，很快又会变成让女性不自由的束缚，然后被自由的平底鞋取代。自由和不自由，在我们的世界中就是这么调皮的自由变身。美国知名作家、主持人和文化评论家 Amina Tuso 说得更直白，I really disagree with women who think walking around naked is liberation. I'm sorry. Too many people get to enjoy this for it to be liberation. 他说，我不同意那种穿的暴露就是穿衣自由的观点。当有那么多人在享受你的暴露时，哪儿来的自由呢？大家是不是风中凌乱了？大白话讲就是，有人说穿的少是自由，有人说穿的多也是自由，然后后者又说穿的少其实不自由，因为你需要为此考虑更多别人的眼光。我感觉这事儿有点搞复杂了。其实自由不自由本来就是很难让别人来评判的，因为自由从来不是你妈觉得你冷，而是你自己觉得冷不冷。你们觉得包裹风和裸露风到底哪个更像是你们眼中的穿衣自由呢？还是说两者其实都不是呢？欢迎大家来评论区帮我一起来撸一撸这个逻辑。最后我想说，穿衣当然不仅仅是穿衣，它很多时候都是个体对自由的一种表达。而自由，无论它在不同的信仰体系下意味着什么，都是人类共通的向往。好啦，本期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大家能在世界杯结束之前看到这期我们一场完整的球都没看才干出来的视频，请大家不吝点赞、3点转发。也感谢世界杯让我们的眼界能拓展到中东地区掀起的时尚风潮。最后别忘了关注我，这里是天才女友，眼界改变人生，我们下期见。